好，俄乌还在打哈。泽伦斯基说要增产好几十万架无人机哦，现在打仗这几次打仗才发觉无人机功用很大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呢要给他更多的军援，泽伦斯基说下令针对防空加强跟美国的联系因为乌克兰的防空大概太薄弱了哈。那另外呢，川普跟普丁通电话，说呢普丁讲太多废话了，只想一路杀人所以呢说呢我批准再军援乌克兰而且呢会认真考虑是不是呢这个制裁俄罗斯继续制裁，不已经制裁了，继续加强制裁而且呢他跟泽伦斯基说我没有下令冻结军援，其实前一阵子有下令不，他当然理由是说我美国都不够了，我美国的这个军备的这个储藏不够了。我已经没有 F-16给你了，没有爱国者飞弹给你了不过他现在说会给你更多的武器那另外呢，这个你看他7月2号才说暂停对乌克兰运送防空飞弹跟精准导弹等等武器。7月2号讲的，7月4号说呢，美国停止对乌克兰军援不是泽伦斯基的责任是美国会继续军援才2天就改变了搞不好过2天又变了那另外呢，五角大厦证实依照川普的指示呢，重新向乌克兰运送武器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因为变脸很快嘛所以呢，跟俄罗斯发出警告了，说你现在这样一直拖延不行。但是呢，这个俄罗斯也警告美国说你呢只会延长冲突你就给他武器，继续给就继续打不完打到最后看会怎样那所以呢，这个网络说川普也是想刻意拖延战争那也要让欧洲买单也要让大家质疑川普的可信度，讲话大家就不要听，随时会变。我们看一下。There is no significant Russian weapon today that is produced without components, without equipment or materials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it's not just China, also Taiwan. And some of these parts come from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泽伦斯基提到台湾，语气还特别停顿。他谴责各国向俄罗斯供应武器零件，就是在助长战争延续。美国总统川普加大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批评，在今天的内阁会议，川普抨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手段，多次表达他对普京不满，甚至直接说普京客气地说着没有意义的废话。We're not happy with Putin. I'm not happy with Putin. I can tell you that much right now, because he's killing a lot of people. And it's now up to 7,000 a week. And I'm not happy with Putin. We get a lot of bullshit thrown at us by Putin, for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He's very nice all the time, but it turns out to be meaningless. 这和过去川普的态度很不一样，一直以来川普对美国军援乌克兰是抱持怀疑态度，也常常赞赏普京聪明强硬，甚至几个月之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访问白宫，还被川普政府认为他不够感恩。但最近这阵子，川普几乎是毫不掩饰的表现出他认为普京是推动俄乌停火协议的最大障碍。川普今天称赞乌克兰人民勇敢，也表示将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但是他拒绝透露是谁下令暂停提供乌克兰弹药。Собственно, какой-т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что поставки завершены и остановлены, все-таки не было. Согласитесь, там мног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го. 克林姆林宫也谴责美欧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也是在助燃战火。好吧，这个川普反正变来变去那现在呢要提供，我今天看了好像提供了10枚还是多少枚的爱国者飞弹给乌克兰，10枚能干嘛呢？对不对？人家2下就打完了，打5枚来2个，打1枚就打没有了所以到底是你要帮助，你就彻底的帮助否则这种象征性的点缀是没有什么意义来。源自我觉得川普本来就是应该帮助乌克兰当然，那5月份的时候，他们不是签了一个协议嘛，说美国可以去跟乌克兰一起去开采乌克兰的关键矿产当时泽伦斯基在白宫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就是2个人还交锋，还吵起来，就是有些条件谈不拢嘛。那后来乌克兰全部都让了，结果隔了2个月，那川普也没有真的把和平带给乌克兰甚至于乌克兰现在好像战事也推展得非常不顺利所以你看，我觉得早就该给了迟了2个月，人家矿产都给你开发了，你也是不理人家，现在才开始转向。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跟美国谈判，特别是川普，
就是要一直的让哦。那我们的政府一直不告诉我们说到底在谈判的时候让了什么，只知道大内宣。像我看到总统府释出就赖清德去跟那么多谈判代表什么深夜50分钟视讯那个照片，我都觉得非常好笑，因为他说赖清德下了4点指示。那谈判是4月初就开始了，你现在才在下指示来得及吗？所以这个一听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大内宣，而且从那时候4月初开始，我们就看到总统府不断释放消息出来，一直告诉大家说我们跟美国谈判过程非常顺利，然后还告诉大家郑丽君表示。我们跟美国的谈判气氛非常良好，我是不懂啦，谈判气氛好到底对谈判结果有什么帮助啦？但看起来是目前是没有什么进展嘛，所以一直不能公布嘛。然后5月1号的那时候，王定宇啊说，哎呀，我们呢是跟越南、日本、韩国一样，叫做 first of all， 我们是第一轮的4个国家啦，很快就会谈出结果啦。然后那时候还在那边攻击啊蓝白啊，就是什么选对人走对路啦，选错人啊，关税145，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的事情。结果现在整个卡在这边，那政府你现在出来讲这句话啊，到底是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不告诉大家谈判的细节。国安人士透过自由时报放话，他说这个第一波那14个国家收到信的，这代表美国人认为啊，这个谈判是没有进展的，不成功的，没必要谈下去的国家，所以会给比较高的关税。那我想问各位，在美国人的眼里，什么样才叫做可以继续谈下去？日本就是不让嘛，所以谈不下去嘛。南韩不让嘛，谈不下去。那台湾谈得下去代表什么？我们一直让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汇率在4月多就让了嘛，所以从32就一直到29。当时很多像我看到机械工会就出来呼吁说，汇率如果继续升的话，升到27，台湾的工具机业者会倒一半了。但我们现在已经升到28了，政府有没有拿出任何的措施出来？没有，就没有。然后再来一个，他现在觉得非常有可能让就是基改食品基改食品，其实很多家长是很关心这件事情，营养午餐是不能吃基改食品，这个东西是被美国列为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个有没有可能让？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美国牛、美国猪是不是可以继续标原产地？我觉得这个会让的机会非常高。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在前几个月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质询说会不会让这件事情。那我说，以前政府是一直鼓励大家要贴一个台湾猪标章，当时农委会跟卫福部都鼓励大家贴，结果农业部长那时候居然跳出来说，我们没有要求一定要贴哦，我们没有要求一定要贴哦，那是业者的一个自发性行为。我就觉得这代表什么？这个代表说这个东西他们可能要撤退了啊。你之前怕大家吃到来猪的时候说一定要表示是原产地，现在说没有啦，这个是业者的自发性行为，代表说政府谈判可能会让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从汇率到基改食品，然后到原产地这个食安的问题要让，那我们还要国防预算还要增加到 GDP 的3%，甚至于我们还要投资阿拉斯加天然气的开采，这么多东西，如果最后汇率只有谈到15%，我都觉得是谈得很烂，等于30嘛。对啊，我都15%就等于30，我都觉得但是我是比较悲观，因为从国安人员的放话就知道我们可能让很多。好，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耶，美国还有一个国安的232条款耶，对，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科以重税啊。所以我真的希望政府能够站在我们的立场啊，虽然他们也不见得会了。不，川普的招就是这样了，你药厂到美国来，否则是200%。那所以呢，你半导体最后都到美国来，否则我就给你课重税。他那是另外再单独再算的。来，嘉宇。我觉得川普的态度很明显，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嘛。所以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他对乌克兰态度也很强硬，但是从泽伦斯基开始放软，然后矿场协议签订之后，他就把矛头指向了普丁了。那你普丁要不要放软？那事实普丁还是很强硬的时候，川普就把这个重炮就攻击了普丁。那你也看到，虽然欧洲很多国家他们也开始去乌克兰支持他们增产无人机等等，所以现在看起来普丁确实如果他还要继续保持这个战争的形式的话，是对他不利的。那同样回到关税的战场也是一样，现在第一波如同刚刚赵大哥所讲的，日本原本是24%，现在第一波放出来是25%，还提高了。韩国也是维持25%，所以日本跟韩国都是25%。那台湾原本是32%，为什么会那么高？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洗中国产地这个疑虑，这个也是一直以来越南会被
关税高达46%原因。所以后来越南在第一波谈判几乎等于全部都让了，全部都让之后变成是20%。那川普这么没有耐心的人，愿意跟台湾谈到现在都还没有在第一波释放出来，代表说我们现在是有来有往的谈判。那以政府的谈判团队来讲，这个经贸团队已经准备了很久哦，不管刚刚讲的杨珍宁或者是郑丽君哦，过去从这个台美的这个21世纪的贸易的这个协议等等，都一直有在谈判，所以都一直有这个在追踪这个进度嘛。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代表说我们台湾不管你是从这个汽车进口关税17.5%，或者是保健食品关税30%，这些都是政府谈判的一个很好的筹码，也是可以去让利的部分。那我相信这个都会放在里面去谈。那刚刚所讲的，大家所猜测的这个部分，在谈判结果还没出来之前，当然我们现在不敢去断言什么，但是我觉得一般会认定说，以今天台股来看，今天收盘在最高点高涨了164点，代表说可能有观望到一点风向或许这个谈判的结果可能对台湾是有利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川普在募款参会的时候呢，因为美国总统选举花很多钱，都要靠募款。光马斯克就捐了川普2亿8千万美金，那还不算给这个议员的哈。那所以呢，在募款参会的时候，川普有一段话被人家录音，今天曝光了。川普说，如果他对习近平说，如果你对台湾动手，我就会把北京炸个稀巴烂。然后呢，他说习近平觉得我疯了那当然，这有可能他真的讲了，也有可能他夸大，也许根本没讲，反正自己吹牛就没想到被人家录下来了那不知道北京会怎么反应？习近平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讲的？人事实丢，你说还是北京不理他？不知道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这是 CNN 把它播出来的，说他曾经警告过习近平，而且他说我也曾经这样警告过普丁，说如果你敢入侵乌克兰，我就把你这个基辅炸个把这个莫斯科炸个稀巴烂。但俄罗斯已经入侵很久了，他也没有去把这个莫斯科炸得稀巴烂了所以呢，反正讲吧不过当然这个话从美国总统讲出来，不管他那个时候是候选人还是这个不是候选人，还是总统不是总统，都引起大家蛮大的瞩目了那历史上汉光这次是史上最长的汉光演习要登场了说有聚焦在灰色侵扰。6大灰色侵扰地带，什么叫灰色侵扰？就不是正式的那种这种军事的对峙可能用其他的方式，网络啦或者其他的方法啦等等那另外呢，这个从7月9号到11号这是危机处理，12号是备战部署，13号是联合反登陆，14号是这个海滩战斗，15号、16号是纵深防御，17号的18号是持久作战。这看起来也不太好，你自己看看那个，我们先准备。然后呢，他要登陆，我们反登陆，然后呢，在海上打仗，然后呢进来了，我们要纵深防御，然后呢已经进来了，我们就要持久作战。你看，整系列是这样子，就台湾是战场啦，而且要持久作战，打城镇战啦。那大家希望看到这种状况吗？当然我们一直认为说他在这个时候搞这个东西，就是为了配合这个大罢免，但是这真的对民进党大罢免有利吗？你认为真的有利吗？老百姓看谁搞成这样子谁把台湾搞得这么扰攘不安？谁把台湾搞成战场那不就是民进党搞的吗？马英九时代有这样子吗？没有那你要怎样？因为我们要打仗了，所以我们就要把国民党立委罢免掉了，逻辑通吗？我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我真的，你在这时候搞这干什么？老公都要进来了，滩头作战我们都输了，他已经进来了，你到城镇战然后持久战持久跑到山里去打游击是这个意思吗？台湾人干这个事情吗？然后呢，2万多个后备军人都要上战场吗？后备军人打完了打谁呢？好吧，现在要全线要封桥，北捷要运武器，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艾斯科防爆墙，要强化我们的防御，这都已经上来了。你要知道，最大的问题是已经登陆到岸上来了，那另外呢，这个重装的悍马车，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悍马车叫美式的吉普车啦，人员防护升级，要更适合城镇战。现在想的都是城镇战台湾就这么3万6千平方公里，2/3是山，又纵深是很浅的，你打上来，
我是不知道怎么抵挡了哈。那另外呢，国防部说呢，我们不能够以前是不能移美，现在是不能移军，我们军事很强大，老共来一个杀一个，来2个杀1双哦，不能怀疑我们哦，而且呢也要防止错假讯息。哦，不要说我们输了，我们没输，我们一路打赢。哦，说我们打输都是错的，说老共抢的都是错的。哦，大陆就说台湾是虚张声势啊，把老百姓绑上台独的战车啊等等啊。那另外呢，解放军也搞了一个叫做联合战备警巡哦，然后呢，反正他经常来嘛，现在来已经习以为常，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另外呢，这个老共呢也反制台湾的8家实体，什么叫实体？有公司汉翔哦，就是做 IDF 啦啊等等啊，做那个永鹰号的啊，航太科技经纬、中山科学院啊，这研究各种飞弹的啊，然后呢，众生科技啊，然后呢，国际造船、中信造船、龙德造船，就大概现在造潜舰啊、造船啊这些公司，它叫制裁啊。那另外国台办说他们是分裂国家，必遭严惩啊。那另外呢，这个媒体也是说呢，大陆现在管制军民两用物项输台，哦，恐怕也不见得会影响我们的军工业了啊。老共要防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也不见得说你要防止我们就防止我们这个发展军工业了啊。那我们不发展怎么办呢？也不能不发展呢哈。那马文君是说呢，这个无人机哦有破口，因为呢很多关键零组件是红色供应链，就老共做的啦。哦，那你怎么还用他的东西？你要自己做啊，怎么可以用他的东西呢？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又有爆炸性发言，这是 CNN 独家取得川普去年大选前在一场募款活动时的录音谈话。现在就来听川普怎么说。Then I'm with President Xi of China, but I said the same thing to them. I said, you know, if you go into Taiwan, I'm going to bomb Beijing. He thought I was crazy. He said, Beijing, you'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I said, I have no choice. I got to bomb them. We're going to bomb Beijing. And he didn't believe me either. 当时川普自曝说，他警告过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要攻打台湾，不然就要炸了北京。他还说习近平听了很错愕。川普还自曝用了同样的话来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Putin, I said, if you go in to Ukraine, we're going to bomb Moscow. 不过 CNN 也分析，川普讲话一向过于夸大，没办法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直白威胁过习近平，可能只是为了募款而把话说满。事实上，川普今年才回国当了总统，虽然一度因为关税跟北京怒言相向，但是美中贸易初步谈妥之后，川普又强调跟习近平关系很好，相处融洽，还时常通电话。林涛，先讲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金主参会里面呢，我觉得2个层次，因为这是2024年他在跟金主这个对话的过程中，他 off record 的这种参会，他讲多帅就有多帅嘛，因为他是希望金主支持他，希望他的核心的支持者支持他，他当然讲很帅，还讲说哦，习近平有什么反应，那就是。这个川普赚到嘛，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种 off record 参会真实性，我觉得打一个问号。第2个部分，你可以看到时空是有差距的，川普每一个月都不一样，所以已经是1年前的事情，跟他现在美中在做一个关税的谈判，或是说禁又和的关系已经有落差，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台湾这中间要炸北京的这件事情放大，因为那已经是过去式。那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到底现在的汉光41是什么样的动态？我是觉得啦，因为台湾的汉光演习也不是说第一次发生，那可是现在这个之前我们赵大哥也说啊，国台办少讲一点，好，不要再讲了。现在国台办少讲，变国防部讲，不用你们这些在刺激两岸的都叫做帮大罢免添柴火，国防部也要安静一点，国台办也要安静一点。那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次汉光演习因为过去战力的保存、海空的操演，还有反登陆的作战，这都是我们希望在岸边就把它挡住了。可这次不是这次灰色的作战、城镇的韧性、持久战，这是打到家里来，这些所有的重心都打在家里来，所以民众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是不同的，是前面是岸边，就是岸之前就已经回复了，这次不是这次是万板大桥，我们要封桥，这次是我们的国军要搭捷运来运送物资，民众的建军率会大幅的提高，所以心中会有一个感受说，
真的在打仗吗？那我们真的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战争吗？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为什么在大罢免前把这个规模提升到这个层次？当然是要为了添柴火嘛。可是台湾民众真的有2个感受，第一个，真的想打仗吗？还是希望说过去一样把这个战争是主权于境外，而不是打城镇战？我觉得是双面刃哦。如果今天民进党政府要把这种战争演习提升到我们这个家里什么量漫场啦，然后这个地下室大家要去躲，我觉得民众会有反感。第一个会觉得说很恐慌，第二个呢，你的关税还没解决。刚才所有的来宾在讲的是什么？10加14，最低就10%，加起来就是24%起跳。那如果是20%，就是34%，30%就是44%。44%很容易吗？然后半导体的232，到底是累加还是半导体专属关税？如果累加下去，我们台湾的制造跟封测已经在这个低毛率了，很多封测已经移到东南亚了，台湾还生存得下去吗？我觉得这才是台湾民众真实的感受。好，我们看一下汉光演习。海巡行将及巡逻舰金江舰早上7点多返抵基隆港，预计是要做战力整补。西洋旗舰汾阳号同样一早进入苏澳港，汉光演习首日，军方开放媒体拍摄教招人员训练。重新熟悉步枪，汉光配合同心35号后备动员演习，动员人数多达2万多人，为史上最高。室内训练 CQB 限制空间战斗，同样的训练在桃园一处登场。慢慢的吃，好来。要求分组训练，更有模拟伤兵，讲求更贴近实战。这些招员呢，是在7月5号就启动了他们为期14天的教招，等于呢，他们的教招启程也碰上了今年的汉光演习。那军方也期待呢，他们在恢复战力之后，就能够实际投入到今年的汉光。现场有射击瞄准训练和画射击图卡，也有60迫击炮瞄准训练。64度。专家认为，能感受到教招训练增强，尤其增加了小组的战术讨论。这种类似沙盘的推演，可以让每个班长呢，可以让步枪兵知道说，他在战时要从哪个方向射击，然后这个射程有多少。其实这部分来讲，确实是以前比较少看过的。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从过去的5天4夜延长到了10天9夜。7月9号到11号为常态危急处理阶段，针对灰色地带袭扰进行2级1级加强戒备。12日为战备部署阶段，执行一连串战力保存等行动。13到18号则是全面作战阶段，此次依旧采有响定不剧透方式进行，要让官兵感受到实战上的不确定性。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因为它比较长嘛，10天9夜嘛，而且它的目标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汉光演习多半都是要歼敌于滩岸，就是说要想办法把它阻绝在我们的本岛，不要让它进到城镇。可是这一次是大规模的动员后备，就是后备的，然后呢，甚至于就是说还有一些城市要演练。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应该已经。我因为这个思维很像美国的思维，因为美国之前就一直要我们处理这一块啦。那美国有一些退休官员还讲说要发给台湾人什么100万支步枪嘛，要我们去上战场什么之类的。所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是有慢慢越来越朝向这个角度去处理啦。但是过程当中有一些就不够细腻啊，譬如说像有的人在接受教召的时候，他是1个礼拜前才接到通知。然后那时候国防部说，对，他要请假啊。然后他1个礼拜那么长的时间，他总是要安排一些事情啊。那国防部说，这有按照规定，但以前没有那么短的，以前是大概2、3个礼拜前就会寄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还是有被发现有一些，就是在像马文君之前有指出，像我们的武器里面也有一些是红色的产业链啊的零件啊，对，所以。一方面那么大规模的在动员我们的人力在做这个汉光演习，那其他的部分呢？例如说有一些小的细节啊，然后另外就包括像是国军的边线比啊，还有那个人像我们要帮国军加薪，民进党还反对，诸如此类很多事情，我觉得不是说只是把那个场面做出来啦，对于国军提升战力的方方面面，我觉得国防部还是要注意的。不，我觉得他这次汉光演习啊，他的这个科目的内容。其实就已经在很明摆的告诉国人，就是我们过去长期以来讲的什么制空、制海、反登陆啊，就台湾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而且我们连反登陆都很难做到。
所以他一开始呢就是已经是贪案作战了哈，这就凸显了那个赖清德呢，他在这个国防时讲的时候，我那天他在国防在讲的时候，我就看他在讲什么啊？他就说我们是什么重城贺祖啊，什么固守，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重城贺祖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过去的汉光演习的打那场战了，而到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去做这种城镇战，这就是美国给我们设定的嘛。因为美国也很清楚的知道，他在印太区域这边，特别是在台海的这个部分，大陆呢早就已经出了第一岛链到第二岛链去了哈。美国的滨海作战哈，美国在那个在这个日本哈，什么不管是滨海作战或什么样的部署，到现在呢，大陆呢随着它的军力越来越强，它的武器越来越强的时候呢，大陆就美国也在撤退啊。关岛已经到了第二岛链，他也都在撤退啊，突破第二岛链。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台湾本来就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殊死作战打到底哈。所以赖清德他在国防这一讲里面呢，我觉得还有非常荒谬的一点，就是说他举到说不管是俄乌战争啦，然后什么以伊战争啦什么因为高科技，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战争的这个样态已经改变了哈，所以我们台湾要从这里面学习到什么？我想说，你怎么都举这些例子啊？你举这些例子呢，完全都是台湾的弱项啊！特别是在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在俄乌战争里面呢，如果大家到今天还看不清楚美国在俄乌战争里面扮演的角色，误以为说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的时候，美国一定会不管他们的男女都会来介入到这个区域来帮我们打战的话，就是在做春秋大梦了哈。但是呢，我觉得就对大罢免的团体来讲啊，他们很恶意的去操作这有关于军事上、国防上的议题。你可以看到，在他们的这个社群网站上的时候呢，就一再的强调，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要强调的防卫韧性啦，或者是赖清德政府强调的防卫韧性啊、认知作战啊，一旦呢台海爆发战事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这些蓝的立委通通都是塑造成这个在地协力者，就是说，只要哪一天呢有战事的发生的可能性的话，这些人呢就是会对于中共呢里应外合，到现在还在操作这样的口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恶意的一个戴帽子。前2天的时候，不是在基隆有发生？前2天的时候，在基隆有发生，有一个带着口音的老先生。他走过那个罢团团体的时候，就是有罢团人就带他，你滚回去啊，就是叫他滚回去。我觉得这就是他们在台湾的内部呢，用省级，用这种政党，用意识形态来去制造仇恨对立，为大罢免加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恶劣的操作手段。我现在比较讨厌的就是说，美国显然认为说你是守不住的，美国要求我们。是要打这个所谓城镇战，要求在派出所要装飞弹。为什么？他知道已经守不住了，所以美国因为他在衡量他自己的实力、我们的实力、这个大陆的实力，他认为你台湾守不住，所以叫我们搞这些东西，什么动员后备军人啊，叫我们啊搞这个什么层贺祖啦，搞这个城镇战，那这是很讨厌的。就换句话说，美国的评估你是守不住了，那之后你怎么办？那台湾的问题是台湾这么小嘛，它不像那时候在中国大陆跟日本人打仗，蒋介石对不对？用这个空间换取时间，他用空间，因为它很大嘛，可以一直推，甚至推到重庆啊、陪都啊什么，然后你日本人就陷进去了。台湾就这么小，你怎么办呢？所以就是我常常讲说，民进党现在谈到喊抗中保台，抗中能够保台吗？保台是我们都要保台，但怎么样能够保台？你光喊抗中是保不了台的嘛。和平才能保台嘛，抗中怎么保台呢？抗中是害，也不是说害，就是你抗中是没有办法保台，但是2回事情。抗你可以去抗，但你抗就能保吗？对不对？你要怎么保台？你去想要怎么保台，这比较重要。保台大家都要保台啊，对不对？以前最早的时候，国民党谈的就是革新保台，我们要革新才能保住台湾，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抗什么能保台，你抗怎么保？对不对？你两岸现在呢，我在看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让两岸和平才能保住台湾，否则的话你光嘴巴喊抗中是保不了台湾。休息再回来。